咁多位大家好，咁啊網上嘅朋友大家好，現場嘅朋友大家好。咁今日咧代表市建局咧就過嚟咧推介一個咧新嘅資助計劃。咁啊有別於咧過往可能我哋叫樓宇更新大行動啊，或者係可能有啲你哋都聽過可能係優化升降機啊，或者係消防安全改善資助嗰啲資助計劃啦。咁呢個其實呢個係新嘅一個預防性維修資助計劃嚟嘅。咁我哋可以先睇睇個內容先。咁其實呢個計劃嘅目的咧，我哋都希望咧改變咧以往咧你哋即係成日見爛補爛式嘅一個嘅維修模式。咩為之見爛補爛式咧？就係好多時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啦，都係收到命令或者見到失修啦，或者有啲破啊，或者有啲大廈有啲甩甩漏漏啊嘅時候咧，先至咧去諗咧進行呢個維修同埋一個復修嘅。咁其實咧，我哋希望改變呢個模式咧，就進入一個咧預防性維修嘅一個新嘅概念。咁咩為之預防性維修咧？其實都大家可以預防性咧，大家都可以諗到一個詞語啦，好容易去就係預防勝於治療嘅。咁其實咧，咩叫預防勝於治療？就係話一啲樓宇嘅設施，喺佢未發生一啲嘅損毀之前呢，其實我哋透過一啲定期嘅巡查啦，或者一啲定期嘅維修保養啦，希望咧保持佢一個良好嘅狀態，從而咧令到咧嗰個樓宇嗰個老化嘅速度去減慢。咁另外咧，亦都係需要為大廈咧進行一個周期性嘅維修保養嘅計劃，要做好佢啦。例如，幾時需要做啲乜嘢啊？乜嘢設施係需要做一啲維修或者保養啊？咁我哋其實咧有好呢個計劃嘅時候，我哋就知道咧幾時咧就需要進行檢查啦，或者係進行一啲維修保養嘅工作。咁特別係針對呢一方面啦，咁其實咧大家咧都需要咧有一個良好嘅儲備嘅。咁包括就係你去巡查啦、檢查啦，甚至係你做一啲維修保養嘅時候，其實咧都涉及一啲費用嘅。咁我哋希望咧係透過呢個計劃咧，去鼓勵你哋咧盡早咧去為大廈樓宇嘅公用嘅設施同埋即係設備啦，去進行一個財務嗰個管理咁樣嘅。咁另外啦，我哋咧呢個計劃咧最主要咧就分咗咧兩個階段咧去處理呢個嘅資助嘅。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製作樓宇保養手冊。咁啊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就係話你哋其實樓宇有好多嘅一啲嘅設施嘅。咁唔單止可能有一啲大型嘅屋苑啦，有可能有會所啊，或者係樓宇有 lift 啊咁樣。咁其實一啲細型嘅樓宇啦，咁可能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咧公用嘅部分嘅，例如一啲結構構件啊、公用嘅窗啊、天台嘅防水啊。咁其實呢啲咧，我哋都需要咧為佢咧制定一啲樓宇保養嘅一啲計劃咁樣嘅。咁呢個樓宇保養手冊咧，其實咧都需要咧包括咧未來10年咧，你哋需要進行檢查同埋維修嘅工程項目，去就翻佢個工程費用咧進行一啲估算同埋擬備一個嘅即係供款嘅方案。即係好老實，而家你哋可能一直嗰個概念咧都係做維修嘅時候咧，我哋要幾多錢啊？要夾幾多錢啊？甚至係我做10樣嘢、8樣嘢嘅時候，一次過要俾幾多錢啊？咁可能咧，大家咧都會係咧用呢個模式咧去進行樓宇嗰個維修咧就比較多啲。咁但係咧，如果樓宇保養手冊即係製作好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原來我哋大廈公用地方啦，可能有好多嘢要進行一啲樓宇嗰個保養嘅喎。例如可能電力檢查就可能5年1次啊，或者去進行一啲外牆嘅檢測啊，咁其實可能5至10年就做一次啊咁樣。咁其實咧你要知道咧，進行每一個嘅工作嘅時候咧，你哋咧都需要咧知道咧佢哋嗰個嘅費用係幾多。咁咧，你哋從而咧就逐少咧去夾咗呢筆錢嘅話咧，咁就唔需要咧一筆過咧去進行一個供款啦，或者付款啦。咁所以咧，第二階段咧，我哋需要設立一個特別基金。呢個特別基金咧，就係按住樓宇保養手冊所建議嘅非經常嘅維修項目咧，去進行一個嘅預定個開支同埋作定期供款嘅。咁我哋講一講我哋呢個資助計劃嘅一啲嘅申請資格。
咁其實咧呢一個咧過往咧市建局嘅一啲嘅資助計劃啦，咁其實咧都有一個樓齡限制嘅，可能有啲樓宇咧其實需要去到30年咧先至可以咧去參加我哋呢個資助計劃。咁呢個新嘅預防性維修資助計劃咧，其實咧第一就冇樓齡限制嘅，咁可能你住喺一啲年青嘅樓宇咧，咁呢個咧係可能係你哋嘅福音嚟㗎啦，因為咧其實可能一啲年青嘅樓宇咧，其實可以盡早咧去進入一個預防性維修嘅階段，咁咧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嘅資助計劃嘅。咁我哋第二個參加嘅條件啦，咁我哋就要睇下2023年嘅即係2022至23年度啦，住用嗰個單位平均嘅應課差餉租值咧就唔超過幾多呢？咁如果你個樓宇係位於市區嘅話，咁包括係沙田啦、葵青或者荃灣區嘅話，就唔可以超過187000蚊；而新界區咧就唔可以超過咧143000蚊嘅。咁個樓宇類別咧，咁我哋都比較廣闊嘅，咁包括一般嘅私人樓宇啦，咁就算你哋嗰個樓宇可能係一啲叫做合作社嘅一啲嘅持有，咁合作社最多可能係靠背壟道啊，或者係可能一啲何文田嘅地區，咁咧過往咧即係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咧都可以咧包括喺呢次嘅嗰個嘅資助計劃裡面嘅。同埋一啲商住樓宇，咁可能係上面係住宅，下面係商鋪嘅一啲嘅樓宇嗰個組合啦。咁呢個我哋都可以屬於嗰個資助嘅範圍裡面嘅。咁但係咧有一啲嘅樓宇咧係唔適合㗎啦。咁第一啦，如果你係單一業權嘅一啲樓宇，或者係樓高3層或者以下嘅樓宇咧，咁呢個咧唔好意思啦，咁呢個咧就唔適合參加呢個嘅資助計劃。咁有關嘅業主組織又點呢？咁第一啦，你可能成立咗法團啦；第二，你個樓宇係一啲合作社嘅持有模式去持有嘅；第三咧就係你哋請一間嘅管理公司。咁呢間管理公司咧唔係話佢自己管理公司咧就係能夠係變成一個管理公司嘅喎，佢係必須係一個持有有效物業管理牌照嘅一個物業管理公司嘅。咁我哋嗰個所謂持牌嘅一個物業管理咧，就係喺嗰個嘅物業管理監管局嗰度咧，咁咧就其實咧有一個牌照喺度咧，咁先至能夠咧係合資格嘅。咁另外啦，我哋市建局啦，可能係都有啲重建嘅項目啦。咁如果你哋個樓宇咧係已經係納入喺重建嘅範圍裡面咧，咁呢個就唔接受即係唔接受呢個申請㗎啦。咁另外咧就係個資助計劃咧，就係可能呢個都暫時未有住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呢個資助計劃啦，其實係今年4月1號咧先至推出嘅啫。咁所以從未接受過本計劃嘅資助咧，即係其實背後嗰個意思咧就係話其實呢一個資助計劃咧，每等樓宇咧只可以參加1次嘅啫。咁我哋可以睇下申請流程係點咯喎。咁其實咧，我哋4月1號開始啦，其實就已經接受申請㗎啦。咁我哋會按呢既定嘅準則咧去處理申請嘅優先次序。咁咩係優先次序咧？咁其實咧，我哋市區重建局啦，其實咧預留咧每年有1500萬咧，就係作為咧呢個即係資助計劃嘅一個預留嘅撥款嚟嘅。咁咧其實我哋都會按季度咧有個名額咧，去進行呢一個嘅批核咁樣嘅。如果我哋稍後啦，我哋都會講一講咧，其實乜嘢嘅樓宇咧係可以咧去作為一個評定嘅準則底下咧，可以獲得咧係優先處理咁樣嘅。咁另外啦，我哋咧每季咧都會進行一個排序同埋發出原則上批准通知書。咁而當一季咧，如果你哋冇成功分配配額嘅申請者咧，咁咧就會自動咧撥入咧下一季度嘅排序㗎啦。咁即係話以往可能你申請一啲資助計劃啦，如果唔得嘅話，咁你可能要撤銷你嘅申請，跟住你可能再過一段時間就再申請過。咁呢一次咧，其實咧就省卻咗咧好多業主立案法團啊，或者係一啲申請者嘅一啲嘅功夫。咁包括佢其實佢申請一次，如果今季可能太多申請啦，未有名額分配俾佢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可以咧額外咧獲得3次嘅一個自動嘅排序嘅一個嘅機會嘅。咁如果你哋大廈個情況咧有改變，例如可能原本你哋冇業主立案法團嘅，變咗有業主立案法團，
或者你之前冇聘請任何物業管理公司嘅，而家又有一個新嘅狀況更改咯喎，可能聘請咗新嘅物業管理公司啦。咁其實咧，你哋都可以通知我哋市區重建局，咁令到咧你哋咧嗰個嘅排序嘅機制咧，我哋可以有所調動咁樣嘅。咁如果咧遞交咗申請之後，即係經過一次嘅季度配額啦，咁另外再額外多3次，即係 total 有4次嘅配額之後咧，都未能成功咧獲得我哋嗰個嘅原則上批准通知書，即係未獲得個配額啦，咁個申請咧就失效啦。咁申請人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再向我哋咧提交相關嘅申請嘅。咁頭先講到啦，一啲優先排序嘅安排究竟係啲乜嘢呢？咁其實咧，我哋會有個評核小組啦，喺每一季咧個季末咧，我哋根據咧以下咁多個因素咧，就進行咧優先嘅排序嘅，包括你樓宇嘅樓齡啦、樓宇嘅單位數目、業主係咪已經成立咗業主立案法團，或者聘請咧持牌物管公司，或者你哋大廈咧本身有一個叫公契經理人咧嚟提供緊咧物業管理服務俾你哋嘅。咁我哋亦都會考慮大廈維修嘅狀況啦，同埋咧業主係唔係為樓宇咧個地方咧制定咗樓宇保養計劃嘅。咁啊講到呢度咧，咁其實大家聽咗咁耐就係知道點申請啊，我有冇資格啊？咁其實最終嗰個資助係會有幾多呢？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呢個資助咧頭先都講過啦，分咗2個階段嘅。其實第一個階段咧就係主要咧，我哋資助翻咧業主立案法團啊，或者係申請者咧去製作樓宇保養手冊嘅一個資助嚟嘅。咁如果我哋嘅一個機制底下啦，咁其實我哋都會按樓宇嘅單位數目嘅多少咧，去進行咧唔同嗰個嘅資助額嘅分佈嘅。咁你話最少嗰個單位就可能係20個或者20個單位以下嘅一啲樓宇啦，即係小型樓宇啦。咁如果佢哋聘請認可人士去製作呢個樓宇保養手冊咧，咁當中嘅費用嘅50%，即係一半咧，咁係可以作為我哋嘅資助嗰個額嘅。咁啊上限咧，如果小型樓宇嘅話咧，就唔超過15000蚊。咁另外咧就係講到最大型嘅一啲樓宇咁樣啦，可能50個或者以上啦，咁啊一係資助佢哋嗰個嘅費用嘅一半，或者上限唔超過3萬蚊嘅。咁我哋點樣可以攞到呢筆資助呢？就係要完成樓宇保養手冊同埋咧業主大會通過設立特別基金之後呢，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進行呢個嘅發放㗎啦。喺批准通知書發出嘅當日起12個月裏面呢，就採用市建局提供嘅範本完成製作樓宇保養手冊。咁呢個係啲咩意思呢？就係話其實呢，我哋批准通知書呢發出咗之後呢，其實亦都有年期呢俾你哋呢去進行呢個咁嘅工作嘅。咁你哋需要喺1年呢裏面呢就要完成製作呢個樓宇保養手冊㗎啦。咁而呢一個呢，亦都係要採用我哋提供嘅招標範本俾翻你哋，同埋一個嘅樓宇保養手冊嘅範本咧，去進行呢一個咁嘅工作嘅。咁如果業主大會啦，議決設立一個特別基金，同埋業主向特別基金定期供款之後咧，咁其實咧佢哋都係會用作嚟支付咧樓宇保養手冊裡面所需要嘅維修保養嘅工程費用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其實咧有啲例子咧可以幫助你哋理解咧一啲資助嘅水平咧究竟係點樣去計算嘅。咁假設啦，樓宇個單位嘅數目咧係58伙啫。咁頭先講緊50伙以上嘅係屬於乜嘢嘅樓宇啊？係啦，好，大家都仲係好精靈啊！食飯之後都冇乜點樣瞌眼瞓啊！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叫屬於大型樓宇啦。咁如果個認可人士 A 嘅服務費佢報價咧係65000蚊，咁其實佢可以獲得幾多嘅資助呢？啱啦，咁樓宇可獲上限嘅資助係有3萬蚊嘅。咁例子2咯喎，同為58伙嘅樓宇嗰個單位數目。咁認可人士 B 嘅服務費用咧，報價咧就係48000，咁佢上限資助可以攞到幾多咧？3萬？
案係24,000嘅，因為頭先講過啦，就係一半啦，或者係上限3萬蚊。咁我哋咧都係以較低者為準嘅。咁啊，去到嚟呢度啦。咁其實咧，我哋有呢個第二階段嘅一個嘅即係資助金額啦。咁其實第二階段咧，最主要咧就即係希望大家咧設立一個特別基金，而呢個特別基金咧就係為你哋嗰個即係維修保養咧去進行一個定期供款同埋儲蓄咁樣嘅。咁其實咧，我哋嗰個樓宇嗰個單位數目嗰個分佈咧都係一樣嘅，有大中細嘅樓宇啦。咁其實咧，呢個資助嘅內容咧，就稍為大家咧就要即係記得清楚啲啦。咁喺發出第一次集資通知書嘅日期起計啦，首3年咧應該供款嘅總金額嘅1成就係我哋嘅資助額。咁啊，特別嘅基金戶口裏面咧，已收取嘅供款額咧，需要達到業主大會通過呢3年期間應供款金額嘅8成，否則咧申請係不會獲得資助。嗱，大家睇唔睇到中間有啲咩巧妙呢？嗱，首先啦，就係話，如果一般嚟講啦，你哋供款供咗3年啦，3年嘅供款額咧嘅10% 咧，我哋會作為資助嘅計算。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咧，可能有部分嘅即係業主立案法團，其實唔係收供款額有問題，可能平時收管理費啊或者垃圾費咧，都可能咧有啲業主咧其實係有啲原因啊，或者係有啲嘅即係理由咧去遲交或者係延誤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哋咧希望咧，我哋嗰個資助咧，其實咧都希望咧盡量計得盡少少咧，落到去業主立案法團或者係一個申請人嘅手上啦。咁其實咧，如果佢哋亦都知道佢哋咧可能追翻呢一筆嘅可能嘅一個延誤嘅一個繳交嘅款項咧，其實需時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都有個叫做有個可以俾大家走盞嘅一個位置咧，就係如果首3年裡面咧應供款嘅金額，如果你哋達到8成嘅話咧，我哋都會出翻咧10足嘅一個資助俾你嘅，就係一個1成嗰個嘅資助俾你哋。咁咧，但係呢個咧亦都係有一個資助嘅上限嘅。咁啊，小型嘅單位啦，咁每單位咧就係2,000蚊啦。去到咧50個單位以上咧，其實每個單位咧可以1,000蚊，或者最高係有20萬嘅。咁啊，以較低者為準。咁究竟咧，咁我哋又幾時咧會可以發放呢個資助咧？咁樣咁其實咧喺第一次集資嘅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啦。第3年完結後嘅6個月內，哇，好複雜係嘛？好似冇乜逗號咁樣。大家分開嚟睇就係話，當你有個集資嘅通告發出咗之後，咁你哋要供款㗎嘛，係咪？供咗3年之後啦，咁係咪即刻問我哋攞錢啊？咁其實係可以嘅。咁但係咧，我哋亦都有個寬限期，就係你6個月內咧問我哋攞錢都得，因為其實咧你哋需要進行呢一啲文件咧嘅處理嘅，包括可能你要俾翻一啲相關嘅樓宇銀行嘅月結單俾我哋啊，咁我哋先知道究竟你哋有冇咧進行呢個供款㗎嘛。咁呢啲預備文件咧都係需時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喺第3年完結之後嘅6個月內咧就收取你哋嘅文件，進行呢個嘅索款嘅申請嘅。咁啊，又到我哋問問題嘅時間咯喎。咁啊有個例子啦，咁啊假設樓宇嘅單位咧係18伙，大家真係記得咯喎，小型樓宇嚟嘅喎。咁首3年嘅應供款額咧就係36萬，咁啊平均咧每戶每月咧個供款額咧大約係550蚊。咁佢哋可以獲得幾多資助啊？聽到正確答案啦。咁啊其實咧，如果你哋即係嗰個資助金額首3年嘅供款額嘅1成，其實即係36000。咁啊，每戶咧可以獲得上限嘅資助咧就係2000蚊，即係每伙人咧都可以獲得2000蚊，咁啊攞盡咗我哋嘅資助㗎啦。咁例子 3A 啦，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小型大廈嚟嘅，得18伙嘅啫。首3年嘅應供款金額咧就係都係36萬，咁但係實際供款額得29000啫喎，即係29萬啫喎。咁究竟佢可以獲得幾多資助呢？供唔足喎呢個。大家撳緊計數機，我見到。
好啊，3、2、1開估啦。咁其實咧，佢都可以咧獲得咧上限嘅資助，因為頭先講過啦。咁如果佢哋供唔足，但係個數額咧係最低去到嗰個供款額嘅80%咧，咁其實咧我哋都可以發放足咧十足嗰個嘅資助額咧，俾翻嗰個嘅申請人嘅。咁好啦，去到啦，既然供唔足，又係18伙，又係供36萬。但係實際供款額得20萬啫，咁究竟可以攞幾多呢？一個答案啦，又係1000蚊。咁我哋睇答案咯喎。咦，大家係咪有啲詫異啊？係咪啊？此申請係未能獲得第二階段嘅資助，因為其實啦，第一啦，佢哋實際嘅供款額呢，其實連最低80%咧都未到，咁所以咧佢哋咧係批唔到咧第二個階段嘅資助嘅。咁所以咧，大家其實如果真係去參加呢個資助計劃啦，咁我哋都希望你哋咧要有一個業主嘅共識啦，大家咧都係有一個嘅即係大家共同去做呢件事咧。咁大家咧應承咗做嘅話咧，決定咗做咧。咁就要咧，大家一齊做先至得㗎喎。如果唔係咧，有啲做，有啲唔肯做，咁最終咧就會影響個資助嗰個發放㗎啦。好啦，咁我哋又睇下例子4咯喎。假設個樓宇係200伙，即係呢啲大型嘅樓宇㗎啦。咁啊，首3年應供款額咧就200萬。咁平均咧每個月嘅供款金額咧每戶咧就係280蚊嘅啫。咁佢哋可以獲得幾多資助呢？數口精嗰啲。咁啊，時間關係啊，我呢度要飛個答案出嚟啦。咁咧，其實咧，佢如果首3年咧應供款總金額嘅1成咧，即係20萬啊。咁每戶咧仍然都可以獲得上限1000蚊嗰個資助嘅。好啦，另外啦，咁啊例子5啦，咁呢個都係400伙嚟嘅。咁咧首3年應供款金額亦都係200萬喎。咁啊，因為伙數多咗啦，咁佢每月嗰個平均嘅供款額咧，其實咧就即係同一個金額，咁每戶嘅供款額就一定係低啲㗎啦，就係84蚊。咁資助嘅金額咧，首3年嘅應供款額咧就係20萬啦。咁整個屋苑咧就可以獲得上限嘅資助20萬啦。咁呢個咧真係大型屋苑咧，咁其實佢哋可能達到呢一個咁樣嘅供款額，亦都係可以獲得上限嘅機會嚟㗎啦。咁好啦，咁啊頭先都講啦，咁啊有啲申請資格啦，咁其實係需要你哋咧係成立咗業主立案法團，或者係你哋聘請咗公契嘅經理人啦，或者係有啲持牌物管公司咧提供咧物業管理服務俾大家嘅一啲大廈咧可以申請嘅。咁你可能就會問啦，如果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究竟可唔可以申請啊？咁其實咧，我哋睇翻一少少條件啦。如果你哋大廈咧，可能係比較新型少少嘅，咁其實咧，你哋可能有一啲叫業委會嘅一啲組織。如果你哋有業委會嘅組織啦，又按咗你哋嘅公契嘅條款啦，去聘任咗個經理人或者係物業管理公司啦。咁其實申請人嘅代表咧，就會係業委會最少2名獲授權嘅委員同埋經理人啦，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咧共同作為代表嘅。如果你話我哋冇法團，亦都冇呢個業委會喎，淨係請咗間物業管理公司，咁個申請人代表咧就會係經理人或者物業管理公司啦。咁當然啦，如果你哋係合作社持有，即係公務員合作社持有嘅一啲樓宇啦，咁其實咧你哋根據你哋個會章嘅規定啦，咁啊理事會咧可以授權一個代表咧去進行咧呢一個嘅作為申請人嘅。咁啊，提交申請嘅話咧，咁其實我哋都需要收到你哋一啲嘅基本嘅文件嘅，咁包括可能咧業主立案法團嘅證書啊、物業管理公司嘅牌照啊，或者合作社註冊嗰個證書或者章程咁樣啦。第二咧就係你哋喺10年內有冇進行一啲樓宇維修啊？如果有嘅話咧，你要將完工嘅文件咧都要交俾我哋睇嘅。
咁你或者其實你哋可能你樓宇咧已經係一啲好有規模，或者係都進行樓宇，平時都有進行樓宇保養㗎啦。咁咧，如果你哋都但係有呢啲樓宇保養計劃嘅話咧，咁都可以交埋俾我哋嘅。咁另外啦，當然就係業主大會議決申請同埋授權代表嘅會議記錄啦。咁如果你哋大廈喺2024年4月1號咧已經開始咗展開相關嘅招標工作嘅話，咁可能係招標一個認可人士去進行一啲樓宇維修啊咁樣。咁其實咧，你哋都需要向我哋咧提交工程顧問嘅合約嘅。咁我哋點樣收申請啊？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市區重建局啦、樓宇復修部嘅辦事處咧，就係喺同你哋呢度咧都唔遠嘅。咁我哋係喺荔枝角站，咁我哋喺汝州西街777至783號嘅地下咧，咁你哋就揾到我哋㗎啦。咁其實咧，我哋咧基本上咧郵遞或者親身咧，我哋都會接受嘅。咁當然啦，其實我哋而家咧，我哋都有網上申請嘅，但係由於個系統咧進行升級，咁暫時未接受到你申請啫。咁但係咧如果你哋都需要係進行申請嘅話，其實呢段時間咧，你哋可以去即係籌備下一個業主大會啦。咁進行咗一啲前期嘅工作或者預備工作先。咁如果有啲咩記得影低佢啦，咁可以打嚟我哋嗰個支援熱線31881188，或者上我哋網址去查閲嘅。我今日帶俾大家嘅內容咧就係咁多啦。